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如果你回头去看俄乌战争的装备清单，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乌克兰战场上，除了西方最新的豹2挑战者，更多的其实还是各种改进版的 T-72。而在这些 T-72家族成员中，有一款坦克评价一直相当稳定，甚至可以说超出预期。它就是波兰的 PT-91坚韧主战坦克。那么问题来了，这辆看起来出身普通的坦克，为什么能在实战中赢得乌克兰方面的认可？它真的只是旧瓶装新酒，还是一次被严重低估的系统性升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波兰本身说起。从地图上看，波兰的位置可以用一句话形容：挡在所有人中间，却没有任何天然屏障。这里是中欧平原的核心地带，没有高山，没有大河，没有沙漠。历史上，任何一支装甲部队，只要想向欧洲腹地推进，几乎都要从这里经过。德军打苏联要过这里，苏军反推回欧洲也要过这里。冷战时期，华约和北约的装甲洪流对冲的第一线，同样在这里。也正因为如此，波兰对装甲战争的理解往往比很多国家更现实，也更残酷。冷战结束后，波兰反而更危险了。1991年，苏联解体，华约瓦解。对波兰来说，这是历史性解放。但问题在于，当波兰真正走进北约阵营，它的位置也发生了致命变化，从缓冲区变成了前线国家。一旦北约与俄罗斯爆发正面冲突，第一个被冲击的很可能不是德国，也不是法国，而是波兰。于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波兰军方面前：我们靠什么挡住第一波装甲冲击？当时的波兰陆军表面上看并不弱，他们继承了华约时期大量的 T-72M1主战坦克，数量接近1000辆。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这些坦克并不是优势，而是一种负担。因为 T-72M1是苏联专门用于出口的简化版本，装甲更薄，火控更落后，很多关键性能都被削减过。真正让波兰军方感到不安的是1994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在格罗兹尼巷战中，俄军装甲纵队在城市环境里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大量 T-72和 T-80被 RPG 火箭弹从四面八方击毁，炮塔被掀飞，车组几乎没有生还机会。这些画面通过电视传遍了整个欧洲，而波兰人看得非常清楚，俄军使用的 T-72性能甚至还在他们自己仓库里的 T-72M1之上。如果连俄军都打成这样，那波兰这些低配版的坦克一旦真的上战场，结局几乎不言而喻。T-72作为苏联在冷战时期大量装备并广泛出口的一型主战坦克，凭借结构紧凑、成本低、火力不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性价比极高的装甲武器。但随着实战不断暴露问题，尤其是在城市作战和现代信息化战场环境下， T-72的先天缺陷也愈发明显。综合结构设计、作战环境和实战表现来看， T-72至少存在以下几个致命短板。第一，防护理念落后，生存性严重不足。T-72的设计核心是低轮廓加数量优势，而不是单车生存。为了压低车体高度，苏联工程师采用了极其紧凑的内部布局，装甲厚度和结构被严格限制。早期型号主要依靠军制钢装甲，对破甲弹和现代反坦克导弹的防护能力非常有限。即便后期加装了复合装甲或反应装甲，整体防护依然存在明显死角，尤其是炮塔顶部、侧后方和弹药仓区域，一旦被从非正面命中，往往难以承受。第二，自动装弹机设计存在致命隐患。T-72最具争议的设计之一，就是位于炮塔下方的旋转式自动装弹机。这种结构确实降低了车体高度，减少了成员数量，但代价是弹药直接暴露在战斗舱内。一旦装甲被击穿，破片或火焰极易引爆弹药，引发殉爆，直接把炮塔掀飞。这一问题在车臣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俄乌战场中反复出现，成为 T-72炮塔飞天现象的根源。第三，
火控系统落后，先敌发现能力不足。早期 T-72的火控系统极为简陋，夜战能力严重不足。多数型号最初只配备被动红外或低性能夜视设备，探测距离短，成像模糊，在复杂环境下几乎无法有效作战。与西方坦克普遍装备的热成像仪相比， T-72在看得见、打得准、打得快这3点上全面落后。这意味着在现代战场上， T-72往往是还没发现敌人就已经被锁定。第四，成员生存与人机工程极差。T-72内部空间极其狭窄，成员长期处于高度压迫状态，长时间作战会迅速疲劳，影响反应速度和操作精度。车内防火防爆措施简陋，一旦被击中，车组几乎没有逃生空间。相比西方坦克在弹药隔舱、防爆板、灭火系统等方面的系统性设计， T-72更多是被击中就完了的逻辑。第五，通信与协同能力严重不足。苏联时期的作战思路强调集中突击，对单车态势感知和网络化作战并不重视。许多 T-72型号长期缺乏先进的数字通信设备，车与车之间、车与步兵之间的信息共享能力非常有限。在现代战场上，这种信息孤岛状态极其危险，使得坦克容易被单兵反坦克小组逐个猎杀。第六，设计思想不适应现代战场。T-72诞生于集团军对冲的冷战思维下，假设战场是开阔平原，敌我双方以数量和火力决胜。但现代战争更多发生在城市、复杂地形和信息高度透明的环境中，反坦克武器遍地，无人机高空俯视。在这种条件下， T-72的低防护、低感知、弹药布局问题被无限放大。面对现实，波兰人做了一个极其务实的决定，既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全面换装西方主战坦克，那就用北约的技术，把手里的 T-72彻底改一遍。于是 PT-91项目被正式提上日程。波兰工程师下的第一刀非常精准，直接砍在了生存能力上。他们拿出的成果就是那套至今让无数强迫症患者看了都极度舒适的 LWA 爆炸反应装甲。如果你仔细看看苏俄原版 T-72上面挂着的那种解储易反应装甲，说实话就像随手拍上去的板砖，稀稀拉拉，砖块之间还留着巨大的缝隙。知道的是苏联工程师的设计取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专门给反坦克手标记的靶子。但波兰人搞出来的 LWA 反应装甲完全是另一种思路，它更像是一层精密编织的锁子甲。波兰工程师把爆炸反应块做成了只有15厘米见方的小模块，全车一共贴了394块，排列的严丝合缝，正面覆盖率高达 95%。装甲块的总覆盖面积可以达到9平方米，其中108块装甲块位于炮塔部位，118块保护车体，位于侧裙板两侧的反破甲弹防护幕上各有84块装甲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敌人的 RPG 从哪个刁钻角度飞过来，迎接它的几乎一定是一块反应装甲。Irawa 共有2种型号 ，Irawa 1和 Irawa 2，它们在炸药的重量上有所不同。在实测中，这套锁子甲可以把破甲弹的穿身削减 50% 到 70%， 就算是更硬的穿甲弹，也能削弱 30% 以上的杀伤效果。而且这还不只是简单的以暴制暴。在 LWA 型中，波兰人旋加入了高硬度钢板和陶瓷层，专门用来崩断来袭的穿甲弹芯。此外，炸药容器在30毫米口径以下的弹药、弹片和地雷击中时并不会爆炸，表面有凝固汽油或原油燃烧时也不会爆炸。如果你以为 PT-91只是变得更硬了，那就小看波兰人了。他还学会了隐身，听起来很科幻，对吧？坦克怎么隐身？波兰人在 LWA 装甲表面涂敷了一种代号为 EchoCase 的微波吸收涂料。在现代战场上，坦克最大的威胁往往不是肉眼，而是几公里外的侦察雷达。这层涂料可以把坦克的雷达反射截面积直接降低 50% 以上。在敌人的雷达屏幕上，原本一个巨大的金属回波，现在可能看起来只像一辆普通轿车，甚至是一丛不起眼的灌木。
侦察和锁定距离直接被压缩了一半，甚至连排气口波兰人都没放过。他们为发动机排气系统做了红外抑制处理，向炽热废气中混入冷空气，目的只有一个，让 PT-91在热成像仪里尽量不存在。对那些依赖红外制导的导弹来说，这辆坦克庞佛凭空消失。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一整套锁子甲和电子设备装上去之后， PT-91的重量飙升到了46吨，比原本的 T-72重了整整4吨多。而那台只有780马力的老发动机已经明显吃不消了。如果不升级动力，这辆坦克就会变成一个虽然很硬但跑不动的铁王八。于是波兰本国的发动机厂站了出来，他们没有简单的换发动机，而是对原有的苏式 V46 进行深度魔改，通过改进供油系统和强制进气，硬生生压榨出了 S12U 发动机，功率从780马力提升到850马力。油耗是高了点，黑烟也大了点，但它成功让体重暴涨的 PT-91依然保持了原有机动性，甚至跑得更快。为此，波兰人解决了脆和慢的问题。但这还只是物理层面的升级，想真正融入北约体系， PT-91还缺一次关键进化，换脑子。在现代坦克战中，谁先发现敌人，谁先算出射击节，谁就能活下来。而原版 T-72在这一点上几乎是个悲剧，它的火控系统本质上还停留在机械模拟时代，炮手要像做几何题一样手动测距、估算、修正，等你算完，战机早就没了。行进间射击，命中率基本靠信仰。于是波兰人干脆把那套老设备全部扔掉，换上了 Drova 数字化火控系统。这是一种真正的跨代升级，感测器自动采集风速、气温、药温、目标速度，所有数据在几毫秒内完成计算。炮手只需要做一件事，炮手唯一要做的就是把10字准星压在目标上，按下激光测距键。PT-91终于具备了可靠的行进间射击能力。而接下来要解决的是 T-72最著名的顽疾——夜盲症。老式 T-72夜战靠红外看照灯，那玩意一开，在现代热成像面前等于高声广播。我在这，波兰人为 PT-91引入了以色列 ELOP 和国产的高性能热成像系统。无论是深夜还是烟雾战场，炮手都能在屏幕上清楚看到几公里外敌方发动机的热源。在乌克兰战场上，这一优势被反复验证。不少车速反馈 PT-91能在3500米甚至更远的距离上先发现目标，而对面的俄军 T-72B3还在茫然转炮塔。这就是先看到先开火的优势。但波兰人心里很清楚，光有一双看得远的眼睛还不够。在现代战场上，真正致命的往往不是你没看见敌人，而是敌人已经锁定了你，而你却毫无察觉。所以在给 PT-91装上锐利眼睛的同时，波兰人又给它加装了一套敏锐的神经系统，这就是欧比激光告警系统。在现代战场上，被激光照射往往意味着一件事，你已经被反坦克导弹盯上了。对很多老式坦克来说，从被照射到导弹命中，中间几乎没有反应窗口，直到爆炸发生前1秒，车组成员可能都毫无察觉。但 PT-91不一样，它的炮塔四周安装了多个激光感测器，就像是坦克版的蜘蛛感应。一旦敌方的激光测距仪或者激光制导导弹照射到坦克，车内的警报会立刻响起，同时清楚地告诉车长威胁来自哪个方向。更关键的是，这套系统可以设定为全自动模式，一旦判定存在威胁，坦克会自动朝威胁方向释放烟雾弹。而这还不是普通的烟雾，而是能同时遮蔽可见光、红外和激光信号的多光谱烟雾，在几秒钟内让敌方导弹看不见目标，为坦克争取宝贵的机动、规避甚至反击时间。到这一步， PT-91已经不再是那种只能靠数量硬顶、靠运气活命的消耗型坦克了，它变成了一种看得远、打得准，还能提前感知危险的现代化猎手。但真正的质变还在最后。PT-91抛弃了苏制模拟电台，换装北约标准的 RRC9500数字化跳频通信系统，并接入了茉莉花战场管理系统。
这套电台的厉害之处在于，它采用的是北约标准的高速跳频通信协议。简单说，就像两个特工接头，不使用固定频道，而是按照事先约定好的规则，在1秒钟内不断切换通信频率。这不仅大幅提升了抗干扰能力，坦克第一次成为战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友军位置、敌情、无人机侦察数据实时共享，整体作战效率被成倍放大。这不是一辆更将的坦克，而是一辆被接入网际网络的坦克。和很多国家对 T-72修修补补的升级方式不同，波兰在 PT-91这个项目上其实走了一条非常少见的路，那就是几乎所有关键升级全部自己来。无论是发动机、火控系统还是通信设备， PT-91用到的核心部件基本都来自波兰本国企业，而不是简单的拼装西方现成货。这一点在当年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对很多东欧国家来说，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买现成的西方系统装上去，但波兰选择的是一条更慢也更难的路。结果就是 PT-91不仅仅是给自己用的升级方案，而是变成了一整套成熟的 T-72现代化改造思路。后来你会发现，这些在 PT-91上验证过的部件被大量用在了其他国家的 T-72升级项目里，比如捷克的 T-72M4CZ、乔治亚的 T-72SIM1，还有印度的 T-72AJMK2，用的很多都是同一套技术体系。PT-91这款主战坦克于1994年正式开始小批量生产，到了1995年，第一批 PT-91已经列装波兰陆军，迅速形成战斗序列。随后几年，波兰陆军一共装备了233辆 PT-91，使其成为当时装甲部队的核心力量之一。值得一提的是， PT-91成功帮助波兰撑过了最危险的战略转型期，让波兰军队完成了从华约体系向北约体系的关键过渡。这才是 PT-91真正的历史价值。而 PT-91的故事也并没有止步于本国使用。马来西亚陆军随后引进了48辆 PT-91坦克，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了部分本地化调整，这也让 PT-91成为少数真正实现出口的东欧主战坦克型号之一。俄乌武装冲突爆发后，2022年7月25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里·叶尔马克首次公开确认，波兰援助的大批 PT-91坚韧主战坦克已经抵达乌克兰。当时乌军正处在从防御转向局部反击的阶段，急需能立刻上手、立刻形成战斗力的重装备。而 PT-91恰好符合这个条件，它不需要重新建立训练体系，也不需要全套西方后勤，就能迅速投入作战。接下来是2023年6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推特上亲自发文，公开感谢波兰做出重大决定，并确认波兰向乌克兰交付了60辆坦克，其中30辆是 PT-91主战坦克。而真正让 PT-91被更多人注意到的是2024年8月24日，当天，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在与泽伦斯基以及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罕见的主动提到了这些坦克的实战表现。杜达透露，1年多前移交给基辅的波兰 PT-91坦克已经在保卫乌克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并且参与了库尔斯克方向的作战行动。当然 ，PT-91并不是改变战局的神兵利器，它也无法和最新型的西方主战坦克直接对标，但它的价值在于在关键时间点填补了乌军最需要的那一块拼图，能防、能打、能融入指挥体系，而且数量足够，维护可控。这也正是为什么直到今天 PT-91依然在乌克兰战场上以一种并不高调却持续存在的方式发挥作用。它不耀眼，但很实用。在战争中，这往往才是最重要的品质。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